是石头。我们新建的这栋房子盖好了瓦片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粉刷这个墙内墙外了。这个内墙呢已经粉刷了一部分，今天呢要开始从这个外面粉刷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塞壁部分。现在师傅他们呢正在搭建这个脚手架，也是我们之前买的那种钢管的脚手架，几个这样子组合起来，中间呢再放上这个竖条，然后作为一个脚手架这样子来粉刷这个墙面。师傅他们都在忙着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昨天下午房东又买过来的一车沙子，全部这种细一点的粉刷，这个是专门刷这个墙面用得到的。我们看一下整个外墙这边呢已经全部粉刷好了，比较粗糙的一个墙面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刷这么粗糙吗？因为啊，这个墙面呢要贴瓷砖，这样子粗糙呢贴瓷砖的时候，它才是更好的能够把那个瓷砖胶粘合在一起，瓷砖贴在上面呢，它才不会掉。早早的又买了一大堆的水泥过来，全部放在门口这块。我们附这个水泥沙浆呢，全部都在堂屋这里。也可以看到整个堂屋这边呢已经是完全粉刷好了，包括这面墙也是粉刷好了，看起来还是比较齐整的。这个工作做好了之后呢，就等着主人家买瓷砖过来，要贴这个客厅的瓷砖了。房间里面呢也都粉刷好，现在师傅他们趁着还有点时间，把这个外墙，特别是后半部分的外墙做粉刷了。待会儿呢，我们沿着那边走着看一看。这个小房间我们盖好了瓦片之后，就把这边趁着有时间也粉刷好了。现在师傅他们都在外墙粉刷，也是用这个钢管的脚手架来做这个师傅踩的脚手架，从这边立这个水泥沙浆。在这边建房子啊，我们经常都会谈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洞啊，留的好像不太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房间，你睡在床上一抬头，这里有个洞，确实不好看。后期呢，把它处理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挡住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可能在过道的位置或者在厢房的位置留这个洞，走到楼顶可能更方便一些。但是主人家呢，他就说了，要在这个上面开一个孔，然后做一个升降式的楼梯，平时呢做隐藏的。看上面盖好了瓦片之后，整个光线呢就暗掉了许多。其实里面的空间也挺高的，人反正是可以从这里爬上去，站得开的，而且上面可以堆放不少的杂物呢。4个师傅在这边粉刷墙面还是挺快的。现在是第1遍的打底，还有个师傅专门帮忙搭建这个脚手架。你看，我们是2层这样的脚手架，搭建起来也很快，人可以踩在这个木檩条上面去做工。然后这边是3个双层的脚手架，这样子给它搭建起来。本来呢，像粉刷这个外墙，有的没有这个脚手架呢，就要去租钢管或者用一些檩条啊来搭建这个脚手架，还要把砖孔给敲了。现在有了这个之后，就方便了许多了，做工的施工进度呢也快了很多。其实房主家这个地基是很宽的，在右手边还可以建一栋房子呢。整个打围墙的位置都是他们家的，这个围墙呢也是房主自己砌的砖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其实也还可以吧，但是整个细节问题还是没处理好，像这些水泥砂浆呢都没有全部刮走，大概它砌了一个1米的高度是块砖，然后隔了3-4米做一个40的立柱，把它整个位置呢全部都已经是打了围墙。整个房子呢主体完工之后就开始要从里面装修了。他也说了，后半部分的这个墙面呢粉刷好了之后基本上就完工了。
因为它不是靠着前面，一般人也是看不到。他说后面呢就不贴瓷砖了，但是整个前面塞壁部分呢要全部贴瓷砖的。我们这边建房啊都是这样的水泥砖来建房子，里面呢是空心的。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，这样的砖到底牢不牢固？实际上呢，它的结构性牢固还是非常好的，硬度也是特别好，2.7块一个砖，大概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呢，差不多要用到3000个砖左右，差不多就是8、9千块钱，比这个红砖还是要便宜一些。它这个砖的强度好，但是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里面是空心的，到了夏天呢会比较热，冬天呢它也会比较冷，它不保温，也就是说热天呢它里面吸收了热量，到了晚上就散发出来，就比较热。和木房子相比呢就不一样，木房子到夏天是很凉快，冬天也很凉快，这个砖房呢刚好是相反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湘西这边呢，陆陆续续的都拆掉木房子，建这个砖房的是越来越多了。基本上我们这边建新房啊，全部都是水泥砖去建的，几乎很少有人用红砖。不知道视频前的这些朋友们啊，你们的家乡是否也用这样的水泥砖去建房呢？粉刷这个墙面啊，还是有很多讲究的。在拌这个水泥砂浆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拌好，它的粘性啊才好。涂抹在墙面的时候，它才不会掉落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师傅这样子一涂抹上去，基本上就完全的粘住了。等它快干的时候，再2次的粉刷，再找平，这样子呢就算完工了。基本上最少呢要2遍刷2遍墙。这是算了一下，整栋房子将近是3000个砖左右，算起来不到1万块钱。实际上建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方方面面需要的东西是特别多的。这个圆柱形的这个柱子是从地底下2米到2.5米左右，挖了一个深坑，再把钢筋水泥放下去打上来的基础。实际上建好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普普通通，实际上需要做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。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，再从上面打了一层地梁，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。打好了地梁之后，才来建这个砖墙，才来建这个房子的结构。所以说，这栋房子每一个方面都要用钱，包括这么多师傅在这边做工。之前我也在视频里面和大家说过，这样的一栋房子究竟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建好呢？实际上在前2天刚好盖瓦片的时候，我和房东呢是算过一个账，他说把我们的工钱一付，然后再把材料一算，大概折合的价格可能已经到了22万左右。那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想问问大家了，像这样农村一栋房子，大概有个院子，花个20多万来修建，到底划不划算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